星汉灿烂下部，月升沧海正在热播中。太子因为程少商的帮助被文帝赐予虎符，但是太子知道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好好保管这么贵重的东西。他原本想要把虎符交给凌不疑保管，却被凌不疑委婉拒绝，而虎符放在东宫，他日日不能入睡。太子妃看到太子焦虑，给太子出了一个主意，让太子把虎符送出东宫，放在由其娘家人孙胜把守的子贵别院，殊不知却在半路弄丢了。这个虎符3天后就要给万将军拿去救被匪徒所掳的车骑将军王纯，太子只能找凌不疑来想办法。凌不疑早就知道太子妃看似温婉善良，实则扮猪吃老虎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，所以他让太子妃主动向文帝请罪，却被太子妃摆了一道。太子妃故意让程少商来东宫，听到这话的程少商阻止了凌不疑的做法，大骂凌不疑遇到事情只会推卸责任，不会主动负责。眼看着递交虎符的时日快到了，程少商没有办法，跟太子妃合谋了个假虎符。在虎符递交仪式当天，看着要被拆穿，却发现他们所弄的假虎符却成了真的。原来这个虎符是霍家最后的遗物，凌不疑为了帮助程少商，拿出了珍贵的遗物。这个虎符是与真虎符出自同师，所以看不出破绽。程少商与太子他们才得以脱险境。那么真正的虎符在谁的手中？从剧中的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来，原来是他，太可怕了。太子与万将军递交虎符的过程明明十分顺利，小月侯这个时候却突然站出来要验下虎符的真伪，说明他知道盒子里的虎符是假的，真正的虎符被他偷走了。而当凌不疑验虎符确认是真的时候，他却再也没说任何话，因为他知道这个虎符是霍家的遗物，当年孤城一案跟他也有关系。不管是雍王的反叛还是文秀君的造反，都离不开别人在背后煽风点火。那么这个幕后大 boss 到底是谁呢？雍王造反并不是没有预兆的，还记得那一场灯会吗？凌不疑秘密调查接头人，发现与灯笼铺有关，刚刚找到一点眉目，灯笼铺就着火了，为此还死伤了不少人，而凌不疑的调查也不得不终止。而更为疑惑的就是萧世子出现过，并且还在灯笼铺买过灯笼。灯笼会上，何昭君与萧世子相遇，而后与楼瑶退亲，正是与萧世子商量嫁娶。哪知新婚夜里，竟成了何昭君永生难忘的噩梦。雍王父子起兵造反，何昭君的父亲宁死不从，最后殉终，而他的母亲兄长皆未幸免，通通被其残忍杀害。唯有他和幼弟躲在暗室中侥幸活了下来。凌不疑在抓捕雍王以后，曾询问过当年孤城事，而雍王的回答干脆利落，仅凭他一人之力是无法完成的。通过这句话可以清楚地说明雍王还有同党，截至目前还在各种流窜。当时灯笼铺着火死了不少人，店铺老板借此逃之夭夭。在最新的剧情中，乾安王府的后人文修君姐弟俩一明一暗地出现在剧中，尤其以文修君的态度最为激动，每每都是想要如何让乾安王府成为那个时代最尊贵的存在，总是不顾家人的安危，一再与乾安旧党沆瀣一气，想要颠覆天下。在程少商向文帝告状亡灵后，王纯一家收到皇帝的旨意，而后文修君怒气冲冲地跑到皇后宫中，指着鼻子辱骂皇后忘恩负义。在皇帝要为皇后出头之时，是凌不疑见机带着文修君走了，才避免了惹怒天威的后果。凌不疑在此期间询问老乾安王的死因，文修君直说死于孤城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霍冲和乾安王都战死孤城，那敌方是谁呢？还有文帝派兵占领的孤城，雍王倒伐后，那其他敌人呢？所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敌人在潜伏，伺机而动，一旦意识到危险，立刻消失不见，重新培养新的棋子。灯笼铺老板协议最大，生意遍布各地，结识人物繁多。眼下他与小月侯交好，就是看上了小月侯的心理不平。当年孤城一案，霍家满门被杀，只留下霍金华和凌不疑。而造成孤城一案的原因，是因为援兵迟迟未到，且被调换了军械导致。凌不疑已经查出军械一案主谋并斩杀，但是援兵为何迟迟不到，却还不知道。原来造成援兵未到的就是小月侯。当年文帝下令援助霍家，小月侯先去探查城中的情况，却发现城外都是瘴气。他把瘴气之事告知老乾安王，老乾安王冒死还是要去救霍家，却没想到孤城就死在了城外的瘴气之中。
而瘴气有毒是假的，真正杀害老钱王的人就是小月侯，他假借瘴气的名义死脱了罪名，最后导致了霍家不敌，满门被杀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小月侯本就心胸歹毒，他看不惯宣家，杀了老钱王也是为了岳家能够去除大患。而最终文帝让宣氏做了皇后，他们岳家家大业大，他的妹妹却只能做妃嫔。他又心生邪念，偷去府服，让文帝知道太子无能，不堪重用，让文帝能够废除。殊不知他这样做，却为他日后留下了大患。